老板，当年救你的那个女孩找到了，她叫安景夏，今年24岁。她现在在哪？安排我跟她见面，我要娶她当乔太太。她现在是你弟弟的女朋友。So many dreams to choose from, I'll take one, please. 凌霄回来了呀。对了，还没有给你介绍，这是玉明的女朋友景夏。大哥，我敬你一杯。我还有事，先走了。谭远，快来接我，我被人下药了。乔总，你没事吧？帮我！你疯了！我是你弟弟的女朋友。安景夏，你为什么要忘了我？你说过要嫁给我的。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景夏，我会对你负责的。不行，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过了今天，我就是乔凌霄唯一的女人。怎么是你？乔总。安小姐，不出意外的话，乔总这几天就会醒来。真的吗？太好了，辛苦你了，医生。不客气。总算要醒了，也不枉我苦等了你半年。只要乔凌霄一醒，乔太太的位置非我莫属。凌霄，你终于醒了。凌霄，你都躺了大半年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那天晚上的事，我知道是个意外，我都是自愿的，不用你负责了。叫谭允进来。好。你是说，现在外面的人都以为那晚跟我在一起的人是安心，而景夏因为下药被送进了监狱？没错。蠢货！这分明是栽赃陷害！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晚跟我在一起的人是景夏。什么？乔总，我立刻派人把景夏小姐救出来。等等，当年下药的事情没那么简单，简简单单一个催情药不会让我昏迷半年，这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推手。那您的意思是，既然他这么喜欢冒充别人，那正好顺水推舟，拿他当挡箭牌，让我所有的仇家都以为我喜欢的是安心。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乔总，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以给安心小姐捐肾的名义，给景夏小姐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安排我跟她见面。是，不过景夏小姐并不知道您昏迷半年的事情，还误会是您把她送进了监狱。也好，她越恨我，外面的人就越不会怀疑。安小姐，只要您同意给安心小姐捐肾，乔总就会出具谅解书，您可以免除剩下的牢狱之灾，并且您可以提更多其他的要求。我没有给乔凌霄下药，我要见他，我要见他！凌霄是不会见你的，妹妹，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
已经是凌霄的女朋友了。说起来还多亏了你呢，要不是你给他下药，我们也不会在一起。我说什么？那晚明明是我。没人会信的。凌霄说了，他要让你牢底坐穿。凌霄、安心，你们这对狗男女，我一个也不会放过的。安小姐，想好了吗？想好了，我要一套海景别墅，1辆迈巴赫，1张上线500万的副卡，还有什么？我还想要你。你不是安心的男朋友吗？我要你娶我。不过你放心，我只要6个月的契约婚姻。说说，这是哪个年份的酒？说对了，就给你。乔总，我需要再尝一次。82年，波尔多。成交。乔总爽快，那我们明天民政局见。总裁，这瓶红酒明明是2005年的。你个野种，你竟然还敢回来！你知不知道，你和你那个不知检点的妈早都被赶出了安家。那你女儿安心的命是不要了吗？她那个肾要是再不换的话，就活不过半年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安家人，安家就教你这么没有教养吗？你以为我想当你安家的女儿，想拿我的肾救安心的命，不要东西呢？你想要户口本是吧？啊，对了，我这次出来，除了救安心那条贱命，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你们拭目以待吧。这个贱丫头跟她那个死鬼妈一样，满脑子的坏主意，不知道这次又玩什么鬼把戏。这都不重要，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安心换肾救命，才是头等大事。是，幸好有乔总出面逼他换肾，当年留着小丫头一条贱命，不就是留着今天吗？真期待你们发现我抢了安心未婚夫后的表情呢。从今天开始，未来6个月，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不过你放心，除了我约定的东西，我不会带走你1分1毫的。你终于醒了，刚刚有人把你推水里了，我等他们走了，我才敢把你拖上来的。不过幸好你醒过来了。你胆子是真的，什么人都敢救。谢都不说一声，什么人呢？安锦夏，有没有人说过你的胆子很大？其实我的胆子还可以更大。乔总想要体验一下吗？你放心，我不会玩闪婚总裁带球跑那一套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安锦夏，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可惜你没记住，等我弄清楚半年前的真相，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没问题，第一笔500万马上到账。我实在不理解，你为了建这个孤儿院，甚至不惜惹上乔凌霄，他可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的狠人，你到底图什么？我不会忘记怎么进的监狱，更不会忘记我失去的孩子。我图什么？安心不是说过吗？当小三都不得好死。他要是知道自己当了小三，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帮你到底对不对，但你答应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放心。
安心姐，祝你早日康复。你来干什么？把你的东西拿走。也对，这么好看的花，只有一样好看的人才配得上呢。你嘛，确实还差这么一点点。锦夏，我没有不喜欢的意思，你千万别误会，也别拿花撒气呀。凌霄，锦夏来看我还带了花，可是我手没力气，锦夏就以为我不喜欢。凌霄，你能帮我捡起来吗？安锦夏，你只需按约定办事，没必要来看安心。约定？凌霄，你们有什么约定啊？安心姐，我跟乔总呢，跟我出去。跟我出去。真是狐狸精生出的小红妹子，跟你妈一样下贱。安锦夏，你要是敢把主意打到凌霄身上，我一定弄死你。你刚想说什么？当然是我们已经结婚的喜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告诉我丈夫的心上人呢？而且她呢，还是我的姐姐呀。你终于撬了她喜欢的男人，觉得很开心？这要撬的不是她喜欢的男人，我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盯上了锦夏。少废话，马上要捐肾了，跟我去做检查。乔总，在捐肾之前呢，我有一家非常想吃的店，麻烦乔总带我去吃。哎，这是要求，不是请求。我想乔总应该明白的。这是你男朋友，长得很帅嘛？他可不是我男朋友，他是我老公。我在里面的时候做梦都想吃这个。你是去坐牢，又不是打仗，怎么会没饭吃呢？我明明有托人照顾他。我就是去打了一场半年的仗，还是惨胜的那种。再说了，是乔总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你尝尝。我是送你去坐牢，又不是自己去，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我告诉你，这种垃圾食品我不会吃，我每次带着。我就说好吃吧，并没有。我吃好了，买单吧。你吃饭要我买单？你不是也吃了吗？我就吃了一口，还是你逼我吃的？你是我老公，你不买是爱啊。老板结账，我老公付钱。哦，对了，这家店呢只收现金的。谭秘书，过来给我结个账。安锦夏，我警告你，把你那点狐媚心思收起来。凌霄是我的。真好笑，是法律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全北城的人都知道我才是凌霄的女朋友，还是说你想像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一样，在死前把脸都丢尽了？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也配提我妈？你不知道，你心心念念的凌霄，昨晚上是有多疯狂？他还说要跟我生孩子呢。贱人，不要脸！他说我基因好，长得漂亮。最重要的是我身体健康呀，我还能生一个足球队呢。这是你勾引他的，我不会放过你的。比起孩子，他更在乎乔凌霄。难道买通监狱打掉我孩子的人不是他？安心姐，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回头呢，我邀请你来看我们孩子的足球比赛啊。你不在医院，过来干什么？听谭秘书说，乔总身体金贵，因为吃了小吃店的东西呢，胃一直不舒服。但是我看你也没什么事啊，乔总，你该不会是装的吧？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医院了，药记得吃。站住！我请你吃的饭，是不是该回报我点什么？现在去卧室等我。乔总，你确定要带病奋战吗？
你也可以选择就在这儿。谢谢，大可不必。去洗澡，我不喜欢脏男人的。去吧。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锦夏，你猜我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孤儿院的事情搞定了。没错，位置呢虽然选择在了偏僻的地段，但胜在价格实惠，环境好。给你看，你给我的钱已经全部投入工程了，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宝宝，妈妈要给你建一个梦想中的家，虽然你没机会看到了，但是会有很多失去家庭的小朋友替你住进去。对了，安家和那个姓乔的最近有没有欺负你啊？你看我容光焕发的，而且我每天都疯得很健康，我像是受欺负的人吗？你要是被欺负了，可千万告诉我，听到没？还是我们家云云懂得心疼人。但是你说我应该用什么办法让乔凌霄再掏一大笔钱？才500万，肯定不够的。安锦夏，我劝你别作死啊！乔凌霄那种人可不是你能惹的。你怕什么？再说了，我要是作死，我有腰子，我怕他。老板，您最近给太太开的账户有大额资金流出，您看要不要干预一下呢？他能需要花什么钱？搞清楚安锦夏名下钱款的去向。是，还有，我要知道他在监狱中到底遭遇过什么事情。好，等一下，他现在人在哪里？太太应该和朋友在一起。朋友？对。男的女的？在家里怎么不见你这么开心啊？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没把我伺候好喽。你要干嘛啊，云云，你要不就先回去吧。接下来呢，是我们夫妻2人世界啦。乔总来找我，有何贵干？安锦夏，500万，你说呢？这给我的就是我的，我想怎么花怎么花。再说了，我又不会白花你的钱，我是有东西给你交换的。喏，带上。我500万就换了个，这不锈钢的吧？胡说，这明明是银的。真离谱，老板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巧言善辩的女人。乔总这是转性啊，这么好说话。你不是总觉得我欠你的吗？你就当我是在还债吧。这个戴上戒指呢，才算真夫妻，你说是吧，乔总？安锦夏，委屈你再等一等，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给你戴上真正的婚戒。小狗，要跟我回家吗？安锦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嘎腰子之前呢，是不能剧烈运动的，还是说你是一只会随便发情的公狗？安锦夏，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这明天呢有个慈善晚宴，我看上了一件拍品，你帮我买下来吧。安锦夏，你以为你是神，让我跟在你身后为你买单？乔总人不到也行啊，钱到就行了。我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花的。就凭我长了一个跟你拼图相匹配的腰子，我就花点乔总的钱，乔总不会心疼吧？不好意思啊，乔总，这今天晚上呢，就辛苦你自己解决了。哎，没心没肺的女人。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安静，新的一件拍品开始拍卖。100万，200万，250万，900万。乔总，拜托了。人是你安排的，
就为了偷我的钱。安锦夏，你很聪明，但是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心甘情愿的被你算计？是什么让你如此有恃无恐的作死？乔总，我胆子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只要你帮我拍下这件拍品，今晚我就心甘情愿的陪你，你觉得怎么样？还有没有人加价？5000万。你前世有多少手啊？啊，老公，谢谢你。姐姐，你这个便宜老公大方的过分了，5000万说花就花，这次别说是进孤儿院了，后期的运用费用也不愁了。他付出的代价只是一点钱而已，5000万还远远不够。乔凌霄到底干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儿啊？还有锦夏，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建设一个孤儿院啊？半年前我入狱之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的孩子。我求你们了，要钱还是干活，我们都可以商量的，但是不要打我。我怀孕了。你这个贱人，靠着这张脸在外面勾三搭四，竟然还怀了孽种。可惜呀，孽种就是孽种，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实话告诉你，外面有人要你和你的孽种死。不要！圆圆，我只是想为我那个可怜的孩子祈福。宝宝，妈妈会为你报仇的。无论害死你的是安家人，还是乔凌霄，妈妈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老板，看他的账户流动资金调查报告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监狱的事情比较复杂，还需要一段时间。安锦夏，你是不是最近缺德事做多了，心里虚，居然开始做慈善了？但是你好事儿归做好事儿，用我的钱来做，是怎么回事？你调查我呀？你到底为什么进孤儿院？你真想知道？那我说了，你就会信吗？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信不信？你要是信我的话，当时就不会让我坐牢了。就当我是为了积德赎罪，但是我没有钱呀。你是我老公，当然只能花你的啦。好，那我倒要看看你为了钱能做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后悔？我马上就能把安心那个贱人的男人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警告你，不要再勾引我的时候提他。怎么了？我觉得恶心。Like the feeling in my dreams. 徐医生，我跟你说的事怎么样？都听清楚了，我会在手术室飞到你的肾，让肾移植手术失败。很好，这卡里呢有定金40万，等手术失败以后，我再把60万尾款打给你。安心，老娘的腰子就算割下来为乔凌霄，也不会给你这个贱人。哎，谭秘书，有件事情必须告诉乔总一下。安锦夏，你这个贱人！安心啊，你当年不是动作挺快的吗？那么快就顶替我爬上了乔凌霄的床，这次怎么现在才发现呢？我对你很失望的。安锦夏，我警告你，再敢接近凌霄，我要你不得好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你的肾还在我身上，你要是不想死在手术台上，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别到处喷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狐狸精，我迟早会让你认清现实。凌霄的心里只有我，而你只是一个小三罢了。你的肾
迟早是我的。安心啊，我给你准备的大礼才刚开始呢。乔总，是许医生。接。喂，陈秘书，有件事必须告诉乔总。安锦夏小姐让我手术时把她的肾废掉，让移植手术失败。安锦夏，不愧是你。乔总，你怎么？安锦夏，你宁愿把肾废掉，也不给安心。乔总，你这在说什么话呢？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就开始说梦话了呀？不承认是吗？那这是什么？啊，这不是我的银行卡吗？怎么在你这儿呀？行了，别装了，许医生是我的人。安锦夏，我警告你，你的这颗肾捐不捐，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看好，手术之前不允许见任何人。胆大包天的女人，你就作死吧！谁让我欠你的？许医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马上就要麻醉了，有什么事儿下了手术台再说吧。别，许医生，乔林想给你多少钱？我可以给你双倍的。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唯独姓乔的不知。你看多好呀！抱歉，安小姐，乔总我可惹不起。乔凌霄你得罪不起，我你就得罪得了了。你知不知道我是乔凌霄的？别，许医生，3倍、10倍、10倍、10倍啊！乔凌霄，你这个狗东西，我一定不会放。哎，乔总的要求也太高了，幸亏我30年老手。停电了！停电了！怎么了？还不知道具体原因，正在做手术的人恐怕有危险。殿下，乔总，安心小姐要见你。告诉她我没空。她说如果您不去见她的话，她就不进手术室。那就告诉她，如果她不想要安锦夏的肾，后悔还来得及。乔总，有屁快放！你明明给安心小姐安排了合适的肾，为什么还要吓唬太太去捐肾？你就不怕谁让她这么不安分，还想收买医生？这不得给她个教训？我是怕你到时候玩砸了，都没地方哭去。你说什么？没什么，我现在就去见安心，进手术室。滚！锦夏，我知道你受了许多委屈，吃了很多苦，但我有一生的时间，慢慢还我欠你的。啊，疼死了！姓乔的给我叫进来，老娘要他好看。安锦夏，你是割了腰子，不是割了脑子。狗男人，你来的倒挺快啊！你现在是病人，我不跟你计较。死东西！你要装深情那一套，你去找你的安心啊！安锦夏，你，许医生，我只需要你在他腰上轻轻划一刀，他总像割了脑子一样失智了。乔总，全麻后病人大脑功能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安小姐现在的状态就像喝醉了。原来是脑残啊！我忍。安锦夏，谢谢你给我捐的肾。安心啊，刚做完手术就跑过来查里查气的，也不觉得累啊。有了你捐的肾呢，精神确实好多了，我都能来看你了。可你躺在病床上，喘得像只狗一样。安锦夏，你最好直接死在病床上，把你剩下的那颗肾也捐给我，多好啊！安心，你欠我的，我迟早会一笔一笔的要回来。
乔凌霄，你狗当多了不会做人了是吧？那身为乔太太的你又是什么？开始学习补脑了，来得及吗？哎呀，这不是拜乔总所赐吗？我也只能身残志坚，这毕竟孤儿院的项目还需要我挣钱呢。哎，前些日子给你那5000万还不够你花？这么大个项目呢，我真一想到还要赚这么多钱，老公，我的伤口就更疼了。还能想着要钱，看来是好。我这不是怕打扰我的丈夫陪小三吗？所以说就算是有事，我也只能说没事了。乔总，我贴心吗？既然你知道是我妻子，那以后做什么事都提前和我报备。那我是不是以后放个屁也要提前向你报备啊？安静下，你别太过分啊。作为你乔总的老婆，我要是不恃宠而骄一点，都对不起你乔总的身份的。林霄，你今天为什么不来看我？是不是因为我用了几下的肾，你生我的气了？是不是？别胡思乱想，我今天有事儿。林霄，我知道自己很粘人，可是我想见你。我这就过来。割了我的肾，转头就跟安心一吻，你们可真是婊子配狗。乔凌霄，如果真的是你为了安心杀了我的孩子，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安小姐，各项数据都很正常。既然你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林霄，可是我还是觉得好不舒服。今天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安心，别闹了。哟，这么快就把情人哄好了？这晚上没把你留下来过夜，看来这勾人的技术不到位啊。没心没肺的女人，我是怕你一个人死在这里，给医院添堵。割了我的肾，现在又跑过来装好人，你什么品种的狗啊？这么能装？我今天非得把你……哎，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疼啊？你没有赶我腰子啊？不吃点亏，你这个女人永远不长记性，以后还敢做这么不要命的事吗？乔总，你这么煞费苦心，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你还没睡着就开始做梦了？那当然，要是安心知道这件事，哎，打住！就别把你没割肾的事儿告诉安心。这难得为老婆做点好事，怎么啦？怕小三吃醋啊？不是，我有我自己的计划。乖。这不告诉他呢，也不是不行。但是乔总，我有一个条件。是不是要给孤儿院捐款？知我者，乔总也。我要是能更早的筹到钱的话，我这个伤口是会好得更快一点的。行，要多少？安景夏，躺在床上等死的感觉爽吗？一般般吧。还是跟你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更爽一点。就算你这个贱人再怎么折腾，凌霄他还不是把你的肾给了我？是啊，安心姐，你现在是一个正常人了，而我呢，只是一个被迫割了肾的小可怜而已。所以我只能在凌霄的怀抱里求安慰了。凌霄呢，他现在可心疼我了。这么看来，我比你更有可能成为乔太太。安景夏，就你这个贱货，凭什么当乔太太？你就等着你那个心心念念的凌霄狠狠地抛弃你。女儿，你怎么了？
你这刚做了换肾的手术，你可不能激动呀！妈，林夏他心疼安锦夏被割了肾，他怎么可以心疼别的女人？怎么可能？他要是真心疼安锦夏，就不可能让你用他的肾了。不行，我要问问林夏，他凭什么这么对我？等一等，欣欣，你以后那可是要做乔太太的人，你可不能冲动啊！乔家在北城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族，那想扑他的女人数不胜数，你可不能让凌霄不开心呐！对呀，欣欣，男人哪有不犯错的呀？为了安家，还是要忍一忍。找人查出安锦夏出狱以后的所有行踪，安锦夏，你的肾和你的命，我全部都要！行行行，我们这就去安排啊！你好好休息啊，快走！我们走。50万，给我毁了安锦夏的脸，看他还怎么勾人！今晚就动手。说，害死我孩子的凶手究竟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个男的只是姓乔，是乔凌霄，还是乔家其他的人？我要想办法进入乔氏，才有机会查出真相。人长得可真好看，可惜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想毁我容？说，是谁派你来的？疼！啊！对不起，乔小姐，是我们保护不力，我们马上通知乔总。好好审审。是。老板，收到线报，乔一鸣少爷和顾夫人即将回国了。不过是个私生子，也配称夫人？少爷，对不起，乔总，是我失言了。半年前，安锦夏还是乔玉明的女朋友，有人想制造我跟安锦夏乱伦的丑闻，以此把我踢出乔家继承人的位置。却不想，一夜过后，我房间里的人从安锦夏变成了安心，安锦夏变成了下药的凶手。乔总，刚查到了线索，那天晚上您中的确实不只是催情药，还有毒。果然，乔玉明回来了，现在人也聚齐了，这出戏得好好唱下去。安锦夏这些年受的苦，我要他们双倍奉还。喂，什么？安锦夏小姐遇袭了？乔总，这等您来了，我都要升天了。别说那些不吉利的。好啊，那我们就说一个吉利的好消息。这人呢，我已经抓到了，并且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安心。乔总，我来处理，把人带走。是。你还真是爱安心呢。这件事儿，我之后会还你一个公道的。公道？那可是你的心上人，你舍得呀？我们还是来谈谈交换条件好了。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我要去乔氏上班。我们乔氏集团的员工最低也是研究生学历，你……哎呀，乔总，那你就为你高中学历的乔太太开开后门吧。好。半年了，乔家我总算回来了。妈，你这么着急喊我回来干嘛？你这是干嘛？玉明，没时间了，快跟妈走，我们去国外。不行，我不走。现在都说锦夏给大哥和安心下药，导致大哥吐血，安心肾病发作，锦夏到现在还在看守所。不行，我要去救他。哎呀，别管安锦夏了，其实那药是我下的，安锦夏就是替死鬼，我们没时间了。我们先去国外避避风头再说。妈，锦夏是我的女朋友。玉明儿，你放心，妈手里还有杀手锏没使，迟早有一天我会帮你摆脱私生子这个身份，把乔家再夺回来。到时候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乔家只能是我儿子的。玉明，今天是我们回国的大好日子，你耷拉个脸干什么？
我一声不吭的走了半年，锦夏一定会怪我的。以后别再提这个女人了。还有，乔凌霄中毒的事情已经过去，回去以后千万别让他们察觉我们知道此事，记住了吗？乔凌霄居然没赶你腰子，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管他什么意思，反正送我进监狱的人是他，而且他也是最有可能害死我孩子的凶手。你说的对，保不准啊，他就是安心和你都想要。我先走了，一会儿见。半个月不见，你心心念念的凌霄可是经常来病房看我。贱人，上次算你走运，你别高兴得太早。半年前我能让凌霄把你送进监狱，半年后我就能要了你的命。凌霄，凌霄，好巧啊，我跟锦夏同一天出院。你看锦夏恢复得多好，都能自己走路了，不像我还得麻烦你来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也会很快好起来的。安心姐，现在不流行喝绿茶了。姐夫，你要是想我的话，我们经常联系哦。凌霄，锦夏他……走吧。安锦夏，等我拿到你的把柄的时候，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乔总，昨天陪情人，今天看老婆，会不会太辛苦了？少胡扯！今天上午跟我去公司报道。这么快就可以去了？就一个职位，你以为要安排多久？赶紧准备准备，别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了。锦夏，您哪位啊？对不起，锦夏，半年前我是迫不得已的。这次回来，我是想……你想什么想？想屁吃啊！锦夏，我回来了，我带你远走高飞，我们去国外重新开始，好不好？如果是半年前，我会毫不犹豫的跟你走。但是现在，我妈死了，你消失了，我被你哥送进监狱，坐了半年牢。乔玉明，你根本就不配再出现在我面前。你干什么？锦夏，你们在干什么？大哥，你怎么会从锦夏家里出来？你哥怎么会从我家里出来？这以后呀，你要叫我一声大嫂。我不信，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报复你？乔玉明，你想的太多了。这乔氏集团总裁的床，全北城的女人都想爬的，你拿什么跟我老公比呢？锦夏，你不要这样，我们谈谈好不好？你们兄弟很久没见了吧？肯定有很多话想说。凌霄，不要让我等太久哦。你既然出国了，那为什么还滚回来？大哥，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成全我们好不好？我真的很爱他，没有他我活不下去。半年前你抛下他的时候，可没那么深情。有一句话我替他和你说，迟来的深情比草芥。我没有，半年前我是被逼的。又是被顾南烟逼的。那好，我让你在安锦夏和你妈顾南烟之间选一个，你选谁？大哥，你这样让我怎么选得出来？你看，你还是不够深情。哎呦，乔总，跟弟弟久别重逢，怎么不见得你高兴啊？你爸在外头找小三，你会喜欢小三生的孩子吗？倒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现在是人妻了，就别再招惹别的男人。老板真是的，吃醋就吃醋嘛。谁知道你们乔家男人有什么臭毛病啊？非要往我身上贴，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事情，乔总不是再清楚不过了。我去，老板还做过这种事，我什么都没听到。这么说，他如果来找你，你也不会拒绝？我会尽量拒绝一下。尽量？谭秘书啊？哎，老板，你是不是在笑？我没有，没有在笑。下车，自己走去公司。是。尽量。我倒要看看你是尽多大的量。乔凌霄，你疯了？这是在车上。乔凌霄，我答应你，我不让他碰我的，行了吧？你去前面开车，要迟到了。让一个女人开车，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没驾照，不行吗？安锦夏在京郊买了一片地，就为了建个孤儿院。是的，安锦夏为了孤儿院前后合资了5000万，他应该很重视这个项目。5000万，他哪来的这么多钱？我知道了，安锦夏这个贱人，一定是他撺掇凌霄给他的。对了，最近安锦夏有联系过凌霄吗？乔总已经为安锦夏办理了入职手续，应该今天就要到乔氏集团工作了。什么？你这个高中毕业的渣子，竟然真的进了乔氏？是谁让我上了乔氏总裁的床呢？我进乔氏工作，不就是跟乔总勾勾手指的事情吗？贱人，你别太得意了，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我是让你去打印文件，不是在这里聊天。凌霄，你给锦夏安排工作是好事，可他毕竟只有高中学历，没有工作经验的，如果传出去，我害怕别人说他只会攀关系。你是觉得我给他安排的职位太低？正好秘书办有职位空缺，我可以让锦夏做我的贴身秘书，你觉得怎么样？总裁的贴身秘书，我怕锦夏一时适应不过来。凌霄，要不还是听你的，让他先在行政部历练吧。凌霄，要不你让我也到乔氏工作吧，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好吗？好，让谭秘书给你安排吧。行政部新来的那个安锦夏，看着很不顺眼。安心，谁不知道你和乔总是两情相悦，是未来的乔太太？这乔氏集团居然还有人欺负你？你放心，这口恶气我替你出。等我嫁给凌霄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哎，听说他只有高中学历，是靠爬床才进的乔氏。真的假的？这个新人一看就有狐媚相，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宝宝，为了查出谁是杀害你的凶手，就算再难，妈妈也会坚持下去。公司里关于你的事情都传开了，还在这装没事人一样呢，真不要脸。我跟你认识吗？听了点污言秽语，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哼，靠卖身上位，你还这么理直气壮？听说你还想勾引乔总？全北城谁不知道？我身边这位安氏大小姐安心，8年来和乔总出双入对，你算什么货色？也配跟人家比？锦夏，你来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吧？连个听你说话的人都没有啊？怎么人缘这么差呀？现在知道丢人了？爬床的时候干嘛去了？这种货色呀，就该治治他，以后呀，肯定没人敢欺负你。走。你干什么？当然是把你嘴里的粪冲干净了。我告诉你，学历低不代表人品差，就算我只有高中毕业，也比你这种满嘴喷粪的人强。你以前我不在乎，但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安锦夏脾气差路子野，谁要是再敢唧唧歪歪的，我就绞了谁的舌头。上班时间搞内斗，谁给你们的胆子？行政部
年底奖金全部取消。行政部经理霍言，传播不实言论，败坏公司风气，从今天起降职为采购专员。林霄，霍言他只是害怕谣言影响到公司，才质问景夏的。你要怪就怪我吧，是我没有拦好他。谣言止于智者，霍言明显没能做到。哎呀，我头好晕啊！果然割了肾的人经不起折腾的。你哪里不舒服？带你去办公室。这安小姐不是乔总女朋友吗？怎么说话还没有安景夏管用？依我看啊，这乔太太的位置指不定滑落谁家呢。都给我闭嘴！顾南烟母子回来了，安氏姐妹也都到乔氏上班了，这戏啊，又可以唱了。恭喜您，离得到乔家又近了一步。半年前，乔凌霄对安锦夏有意，于是我暗中帮助顾南烟，让乔凌霄睡了安锦夏。乔氏继承人过量服用助兴药物，与弟妹乱伦致死，多有趣的新闻呢！只可惜我们借刀杀人的计划没能一次把乔凌霄拉下马。是顾南烟他们母子俩过于废物。现在乔凌霄把安锦夏捞出来，跟他结婚，又把安锦夏的肾给了安心。我真的有点搞不懂啊，这安氏姐妹到底哪一个才是乔凌霄的软肋呢？不管乔凌霄喜欢哪个女人，我们迟早能查清，抓住他的软肋，拉他下马。最后，您一定能得到乔家。刚上班就闹这么大动静，安锦夏，你真行。他们拿屎往我嘴里塞，我还非得咽下去吗？你怎么跟老板说话的？我是让你低调行事，不是让你忍气吞声。那我还是老板的女人呢，我不硬刚，不都对不起你吗？再说了，我是你老婆，他们看不起我，不就是质疑你的眼光吗？满嘴歪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安锦夏这个狐狸精，我一定不会放过他。哼！怎么是你？哼，就只请一夜情对象喝咖啡啊！我好伤心啊！乔玉明，我们不是说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晚大哥跟安景夏也上了床，你却骗大哥说跟他上床的是你。你让我当做无事发生，自己却得偿所愿。安心，你打了一手好算盘。乔玉明，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当然是，我大哥睡了他，我睡你，很公平。我说你怎么突然转了性子？安锦夏给你戴了绿帽子，你想报复他？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合作吧。好，怎么合作？首先，我会尽快把安锦夏踢出乔氏集团。听说他要在京郊盖一座孤儿院，我们可以从孤儿院下手。安锦夏要建孤儿院，难道跟他当年怀的那个孽种有关？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你们两个认识啊？你们两个认识啊？哪里来的狐臭味？我要先走了。又发什么疯？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听说你来乔氏上班了，就想来这附近找找你，结果没找到你，倒是碰到了安心。
我也只能向他打听一下你的消息。锦夏，半年前是我妈逼着我离开的，不是我自己要走。你妈那么有能耐，能逼你迈开腿，还能逼你上飞机啊？好，我承认当年是我太软弱，可你为什么非得选择我大哥？你大哥他比你厉害，哪个女人不喜欢啊？我大哥专横霸道，你跟着他绝对落不着好。我不跟他难道跟你啊？乔凌霄他是乔家正经继承人，而你妈妈顾南烟是什么身份？你自己应该清楚啊。好啊，安锦夏，既然你变成了这样，那就别怪我心狠。孤儿院的模型这么快就出来了，看着不错。多亏了乔总的超能力，孤儿院的建设才能跟坐上火箭一样。乔总，我没有你是真的不行了。少打人情牌，下午去见了乔玉明，晚上跟我说这些。安锦夏，你到底有几张嘴？乔总难道不知道吗？接下来我要对安锦夏出手，需要你帮助我。可是我都已经被降职了。怂包，他一个高中毕业的贱人，能有多大能耐？安锦夏，你很快就要滚出乔氏了。凌霄暂时喜欢上你又如何？乔太太只能是我。果然跟乔家有关。我也不知道那男的是谁，他每次来都戴着口罩和帽子，也没有留下手机电话号码，而且每次给我们的报酬都是现金。哦，对了，他给我们的时候用了这个纸袋子，我觉得挺好看就留下了，上面有一个乔字，我就叫他乔先生，他也没有反驳我。乔氏。你哪个部门的？来这干嘛呢？我是行政部新来的采购专员，我们老大让我来确认一下以往采购信息。查完了赶紧走，东西丢的算谁的？好的。安锦夏，滚来行政部，看看你和霍杰捅了多大的篓子。这数据怎么都多了一个零啊？能接触到采购数据的只有你们俩。现在因为你们犯了这种低级错误，让乔氏白白损失了1000万。我在公司待了5年了，不可能没经验，并且上周3提交完采购方案，我早就下班了，所以不可能是我。那就是你了，自己没本事，尽想着攀凌霄的关系，现在出了差错还不敢承担责任。既然知道我是乔凌霄的关系户，出了事不上赶着舔我，还敢抱团甩锅呀？安锦夏，要不然说你学历低呢？凌霄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你觉得他会为了你这么一个高中毕业的蠢货去承担1000万的损失？我已经通知凌霄过来了，你注定是要被推出来背锅的弃子。哦，是吗？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乔凌霄他是选择1000万呢，还是高中毕业的我呀？异想天开，凌霄是北城乔家继承人，乔氏集团总裁，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而你充其量只是凌霄打发时间的玩物。看着吧，凌霄马上就会把你赶出乔氏集团，到时候你飞上枝头的白日梦就该结束了。你们行政部是又学会不安生了。凌霄，我刚刚都问清楚了，这件事是因为锦夏，但是锦夏毕竟只有高中学历，
犯这种低级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也不想的，你不要怪他了。白白让我损失了1000万，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乔总，我是被冤枉了呀！你这么大公司，一定会还自己的员工一个公道的，你说是不是？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被冤枉的？林香，锦夏现在是重点怀疑对象，他只会狡辩。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当然是被他们合起伙来搞了。既然各执一词，谭秘书，去查监控，看一看背后到底是谁在动手脚。是，这就去安排。等一下，林香，你一定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拿证据说话，简单明了。还是说，你有什么顾虑？我无所谓啊。那你呢？我自然是为了锦夏考虑了。还不快去！是。幸好我早有准备。林香，你刚刚的做法看似公正，实际上就是在偏袒锦夏。你一向都是秉公办事的，可自从他来了乔氏，一切都变了。再这样下去，我怕你在乔氏会失了人心。哦，我偏袒你妹妹，你不乐意吗？我当然希望你为锦夏考虑了，但我更希望你能当好乔氏的掌权人。真是一出好戏。安心姐，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让我跟乔凌霄划清界限？这样一来，监控都不用查了。我说的对吗？锦夏，你想多了。老板，监控室的电脑硬盘突然受损，只能查到上周3下班后半小时的数据，上面显示霍言比安锦夏早下班，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是安锦夏。这下证据确凿，真的闹得太难看了。锦夏，即使犯错误也没有关系，你认真承认，等离开了乔氏，我让爸爸再给你找一份工作。我说了，这件事不是我干的。你怎么这么冥顽不灵啊？安心小姐，我有说完吗？虽然说监控硬盘坏了，但是数据是实时上传到云端的。也就是说监控是有备份的。上面显示安锦夏小姐离开之后，有一个人偷偷溜进了办公室，对电脑动了手脚。监控有备份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废物。绝对不能让林香发现是我动的手脚。这不是霍言吗？霍言，我这么相信你的为人，为了你，我还冤枉了自己的妹妹。视频里的人怎么会是你啊？表哥，确实是我动的手脚。这临死了，还能有猪队友帮你挡枪？安心啊，我对你的认知又刷新了呢。锦夏，我也是为了乔氏才一时误会了你，对不起，求你原谅我吧。哎呀，我都说了我经不起折腾的。乔总，我剩下的那颗肾好疼啊！真的很疼，等下去找医生看看。安心，我很期待，当你知道你心爱的凌霄根本没有割我的肾之后，你会不会气死？谭秘书，行政部霍言做开除处理。你近来身体一直不好，想必也需要休息，要不然先回家2-3天。不，林香，我要待在你身边，我身体可以的。安心小姐，你随我来吧。肾疼？真的很疼？以后给我收敛点。既然你都知道了，还愿意陪我演戏，看来
你是真的很爱我吧？少废话，安心现在还有用，别总是招惹他。难道他只是在利用安心？那他真正在意的人是谁？哦，我偏袒你妹妹，你不乐意吗？乔凌霄让安心离开，却让我留下，他似乎确实偏袒我。在想什么呢？在我身边，得专心一点。老板，安心小姐和霍元小姐的离职手，已经办好了。拿过来吧。谭秘书，刚刚那个纸袋，乔总一直在用吗？是啊，怎么了？没事，你先去忙吧。乔凌霄，害死我孩子的人，难道真的是你？这是京郊那片土地的全部审批手续。突然让我把这个拿给你，是出了什么事吗？安心最近不安生，我担心他会对孤儿院下手，所以提前做个准备。我回去以后会帮你盯紧的，放心吧。万一孤儿院出现了我们两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务必通知乔凌霄。乔凌霄之前是帮过你几次，可是这次对面是安心，你确定还会帮你吗？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安心，我们只能赌一把了。安心的手段还是不够高明，太蠢了。安心似乎要在安井下建孤儿院的那块地上做文章。那块地是永盛集团的吧？你暗地里使使劲儿，推安心一把，还是要棋逢对手，让我的好侄儿后院起火，咱们才好做其他的事儿啊。是。杜总，感谢你把京郊土地的使用权给到我们。等我当上了乔太太，后续的合作少不了你的。奇怪，之前传言永盛集团比较难搞，没想到这次倒是挺好说话的。那当然是看我的面子了。安井下没有地，我看你拿什么建孤儿院？这次我要你跪地求饶。老板，根据线报，安心最近和乔一鸣接触频繁，当年的下药事件肯定是顾南岳母子主导的。好，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请下，孤儿院出事了，土地开发商要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现在要强行拆除孤儿院。怎么回事啊？建孤儿院之前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不管了，我先去开发商办公室看看情况，你去孤儿院守着。要是1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有给你打电话，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把乔凌霄叫来。好。杜总，当时我们是按照正规程序走的，材料全部送到土地管理局备案了。你们现在突然变更土地所有权，这不合规定吧？你这沓文件全是复印件，谁知道你是不是伪造的？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们法院见。这位小姐，我们集团的土地使用权已经交给了安心小姐，您还是请回吧。原来是你们俩搞的鬼啊！我们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走的，一切以土地使用权的原件在谁手里为准。至于单方面跟您撕毁协议的赔款，我愿意赔偿你2万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安心啊，这个不会是你新找的老姘头吧？从乔凌霄到这个老东西，你口味跨度挺大呀。见人话多，我告诉你，我已经和杜总重新签订了合作协议，等到你们的合同作废，他就会把土地使用原件交付给我，到时候那块地就是我的了。所以你和你的老姘头狼狈为奸，先撕毁跟我的协议，再让他把那块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你。随便你怎么说，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还想要你那个宝贝孤儿院的话，
最好现在就跪下来求我。你把我哄高兴了，说不定我就不跟你抢了呢。心夏，最近过得还好吗？如果你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能有什么困难呢？我最近过得不要太好了。心夏，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个乔家的男人，回头看看我吧，我对你才是真爱。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送进监狱的，让你受了这么多苦的吗？知道的，大哥的心里只有安心。连乔玉明那个草包都知道，我才是凌霄心尖上的人，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勾引有妇之夫的跳梁小丑。我告诉你，你再怎么勾引凌霄都没有用。凌霄现在肯多看你一眼，不过是图一时新鲜，他很快就会明白，我才是他的真爱。安心啊，你就为了让我跟你道个歉，这么大费周章？你跟你心心念念的凌霄可真像，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卖力的。你这个贱人，这都是你自找的！来人呐，把他给我摁在地下，给我道歉！放开我！敢动我乔凌霄的女人，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乔总，那个安心小姐不是您的？孤儿院前期在京郊投资建设时，我就跟进过，手续绝对没有问题。谭秘书在，立刻通知法务部搜集永盛违规操作的证据，给我把永盛搞到破产。乔总，别！凌霄，做生意讲究一团和气，你为了这个安锦夏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我害怕北城商圈他们会议论你。那我问你，你获得京郊那块地皮的使用权的时候，用的手段真的合法合理吗？乔总，那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都是这个女人骗我。她说她是您未来的乔太太，所以我就帮了倒忙。凌霄，安锦夏她到底是你什么人？你为了她能做到这种地步？既然你都这么问了，那我就向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乔先生呢，是我合法的丈夫，也就是说，我才是名正言顺的乔太太。我们3个月前在民政局领证了，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乔太太。不可能，我等了你这么久，你怎么可能娶别的女人？惦记别人的丈夫？哎呀，安心姐，那你不就是小三了吗？李湘，你选谁都可以，为什么是锦夏呀？这样我就同时失去了我最爱的男人和我最好的妹妹。你真的害怕失去安锦夏吗？那么当初她进监狱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阻拦？当时我们都被下药了呀！你别废话了，安心啊，赶紧把土地转让原件给我。李湘，哎呀，老公，人家腰好疼啊！怎么了？累了？还不是因为你。回家说。把安锦夏的手续原件给他。接下。老板，查到了，这次孤儿院抢地盘事件，乔一鸣也有参加，而且背后还有人帮忙。还有，夫人这些年在监狱经常受到虐待。当初不是让人在监狱照顾她吗？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啊？锦夏刚进去的时候就一直有人打她，所以她的身体才非常虚弱，就连她的孩子也是在监狱里流掉的。什么？锦夏在监狱里流过产？这个孩子是我的。对不起，是我没能护好你和孩子，让你受那么多苦。当初派人打掉我的孩子，现在又假惺惺的过来道歉，乔凌霄，你有意思吗？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冷血？不然呢？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怀的是你的孩子？当时我可是乔玉明的女朋友，说不定那个孩子是他的呢。不可能。那天晚上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明明还是第一次。原来你什么都知道。乔家老宅跟你在一起的是我。原来你知道那个药不是我下的。原来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可是你明明知道真相，你还是亲手把我送进监狱了。乔凌霄，你就那么爱安心吗？我没有，你相信我，等我查清楚，我一定会还你个公道。你等我。我还能相信什么？滚！我不想再看见你了。老板，您为什么不告诉太太？而且她当您入狱的事情，您并不知情啊！您接近安心小姐，就是为了把她当活靶子，为了模糊幕后主使的视线。先顺着乔玉明往下查，这次孤儿院事件的另一股势力，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幕后黑手。我不能把锦夏置于危险之下。还有，制造谣言，说我当初跟锦夏结婚，就是为了给安心换肾，传得越广越好，这样才能保证锦夏的安全。是。这几天我都听说了，锦夏她为了攀附乔家，居然以换肾为条件，要求你跟她结婚。对不起，凌霄，我原来一直都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原来你是因为我才跟锦夏结婚的呀。我之前一直误会你的心意，还跟你闹小脾气，还做了许多让你丢脸的事情，你一定生我气了，对不对？凌霄，你说句话呀。我就问你一句，乔家老宅那晚你是怎么中药的？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那晚我就是喝了乔家佣人递给我的酒，然后有点晕，我就准备休息，然后佣人来点安神香，没有什么特别的。凌霄，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只是想提醒你，以后别做多余的事情。凌霄，欣欣，你怎么哭了？你刚才不是和凌霄好好的吗？哎，凌霄呢？妈，安锦夏那个贱人，居然以提供肾源为条件，要挟凌霄跟他结婚了。什么？这个贱人，他怎么敢呀？他的肾本身就是你的呀！这个死丫头还真有点本事，能骗得让凌霄跟他结婚。爸，你说什么呢？凌霄他爱的人是我，他是为了我才和那个贱人结婚的。就是，凌霄本身就是欣欣的。再说了，安锦夏那个贱人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你还指望他能给什么好处啊？爸，我们之前对他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还要了他一颗肾，绝无缓和关系的可能了。欣欣，你别担心，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死丫头，让她和凌霄离婚。去查，出事这段时间，乔家老宅有谁买过安神香？明白。难道药是下在酒里，毒是下在香里的？香灰容易处理，也只有我们疏忽了这一点。这次我一定要把幕后黑手揪出来，还锦夏一个公道。二哥，我们这次来除了感谢您半年前把我们送出国之外，其实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哎呀，这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嘛啊！你也知道，凌霄一直看不上我们母子，可他现在又是乔家的家主，玉明回国都这么久了，也没个正经差事，连乔氏集团的大门也没进去过。我们母子在北城啊，那是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二哥，你可得帮帮我呀！哎，这都是一家人，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仇怨呢？这样吧，过几天呢，我过生日，哎，把凌霄也叫来，我跟你们说和说和，你看怎么样啊？哎呦，太谢谢了！乔凌霄，乔家是我儿子的，
二哥，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顾南烟这对母子真是蠢货一对，难怪要让我当刀子使。乔总，乔凌霄半年前就已经开始调查乔家老院的佣人了，还有安沈香。怕什么？有这对母子在前面顶着，再查也查不到我呀。乔凌霄，我倒要看看你这乔家家主的位置还能坐多久。你个贱蹄子，你给乔凌霄灌的什么迷魂汤？你这哄着他和你结婚，这我还得多谢谢你们呢。要不是安心那条贱命需要用换肾来维持，这乔太太呀，我还当不成呢。你找死！我现在可是乔太太，我代表的是乔家的颜面。要是我这脸上出现了什么不该有的伤，你们说我老公会善罢甘休吗？你个死丫头，赶紧跟乔凌霄离婚！你没有娘家的支持，乔太太的位置你是坐不稳的。我为什么没有娘家的支撑？你不清楚吗？我妈妈，她可在天上看着呢。锦夏，爸爸是为了你好。乔凌轩现在跟你只是一时的新鲜，爸爸怕你到时候伤心啊。心？我早就没有心了。再说了，现在这乔凌霄还缠着我不放，那你们让安心姐也加加油。反正我也不是非她不可的。死丫头，别到时候被抛弃了，你来回来找我哭。走。乔总，您说这乔二爷邀请您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恐怕别有用心啊。最近乔家不安稳，这鸿门宴可不就是冲着我来的？那就去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还有，安神香查的怎么样？我们排查了乔家近半年所有的佣人，我发现了。人证物证都保护好。还有，把安锦夏叫进来。是。过几天我二叔生日，我们一起去。不好意思啊，我没空。安锦夏，你这辈子都是我的，我不允许你离开。至于我们失去的那些，我用余生去偿还。乔凌霄，明明你心里只有安心，为什么还要折磨我？安锦夏竟然跟我大哥结婚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我一想到安锦夏那个贱人跟凌霄结婚了，我就想撕了他。凌霄还说我胡闹，最近都不理我了。安心，看在你对我们家凌霄痴心一片的份上，阿姨给你支个招，怎么样？有办法就快说。再过3天啊，就是乔家二叔的生日宴。乔二叔在乔家那可是出了名的名士里，你要是在生日宴上找他讨公道，说不定啊，他就替你做主了。安心这个小贱蹄子，就算你拿捏了我当年下药的把柄，还不是得被我当枪使？乔凌霄，你的后院马上就要起火了，到时候你要如何收场？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乔家的宴会？这破宴会，你当我想来啊？是凌霄他求着我来的，我要是不答应，他就不停下来，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就算你们领证了又怎么样？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谁才配做真正的乔太太。哼！二叔，安心，这是怎么了？哎，凌霄人呢？以往不都是他陪着你来参加宴会的吗？二叔，有个狐狸精一直缠着凌霄，因为他凌霄都跟我闹脾气，好久不理我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找您的。凌霄啊，他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你们年轻人吵个架，这很正常嘛。这样啊，这件事呢，二叔帮你协调一下。锦夏，刚才安心找你说了什么？你那么爱安心，
你自己去问啊。凌霄啊，听说你跟安心吵架了，趁今天这个机会好好解释一下嘛。阿叔，我们小辈之间的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也是啊，你们小辈之间的事情还是应该自己解决啊。安心，跟凌霄好好说说啊。二叔，戏台子已经搭好了，你们可得好好唱，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凌霄，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会做那些事，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安心，别闹了。凌霄，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季夏，是你让凌霄不理我的，是不是？是我不好，不该有你的事，大不了我把肾还给你，我求你了，你把凌霄还给我好不好？好啊，那你就把肾拿出来还给我吧。我不愿意啊，那你就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怎么一个男人都留不住呢？哎，最近那个传闻听说了吗？靠着肾嫁进乔家，还能这么的嚣张，这个安锦夏呀，还真是个不要脸呀！锦夏，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嫁给凌霄的，我也是为你考虑啊。如果你再缠着凌霄，你耍心机嫁入豪门的事情就会传遍整个北城了。一个坐过牢的女人，还会在乎名声？安心姐，你不用太担心我，我会好好坐稳乔太太的位置。锦夏，你明明知道凌霄心里只有我，你为什么还要霸占着乔太太的位置不放呢？安心啊，你那么想当乔太太，可是你的凌霄他见不得会同意呢，是他求我留在他身边的。凌霄，他说的都是真的。安心，你先回去吧。凌霄，你明明说过我才是未来的乔太太，你怎么能让我从乔家家宴上离开呢？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难堪吗？凌霄，我作为长辈，今天得提醒你一句，你是乔家的继承人，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非得闹成这样，让外人看我们乔家的笑话。你算哪门子乔家长辈，竟敢教我做事？你，哎呀，大家都是一家子，都冷静冷静啊！哎呀，凌霄啊，你一向稳重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哎，你是不是公司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哎，你让玉明去给你搭把手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那你工作也好松快松快嘛。哎，你觉得怎么样啊？最近周哲唱这出戏就是想让乔玉明进乔氏。好，下周一准时来乔氏报道。安心啊，凌霄呢从小不爱说话，但是我相信啊，他绝对没有想伤害你的意思。至于他和安锦夏的婚事嘛，二叔，我没关系的，只要凌霄心里有我，我可以一直等他。安心啊，做梦也要有个限度。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只要有我在一天，你就永远别想成为乔太太。老板，安心的肾脏出现了排异反应，所以才会在宴会上吐血。你说安家人会不会因此知道太太并没有换肾啊？安家人知道就知道了，但如果被当年的幕后黑手发现，锦夏就是我的软肋，后果不堪设想。立刻把许医生送出国，扫除一切被发现的可能性。还有，马上给安心寻找新的肾源。安心这个靶子必须一直在。你又要带我去哪儿？上次我在宴会上给安心气出了排异反应，你不会是要带我去医院给安心换肾吧？不是。好啊，我说你在宴会上怎么没反应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我的肾我做主啊，快开门，我要下车。我只是带你去见个人。这安心都吐成这样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是真的爱他吗？我爱谁，你不知道吗？
算了，男人心海底针，要爱谁谁。没心没肺。谭秘书，开车。老板和太太这个样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们就好。我叫林一，我妈是乔家的保姆。半年前我去乔家找我妈，拍到了一些东西。乔玉明跟安心，他们两个竟然，他们骗得我好苦。不仅如此，当年给乔总下药的人其实是顾南烟。怪不得顾南烟他一向看不惯我，他一直劝我跟乔玉明分手。他是想一箭双雕，同时除掉我们两个，好给乔玉明让路。顾南烟指使我妈在酒杯里下毒，事后他怕事情败露，就把我妈给……这是当年顾南烟指使我妈下药的药粉，这药瓶上还有顾南烟和我妈的指纹。我妈妈偷偷留下这些证据，就是希望能有一天让顾南烟得到报应。你母亲留下的遗物中只有白色药粉，没有安神香。这只是普通情药，果然当年毒是下在安神香里的，真正的背后推手就是下毒之人。你今天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告诉我顾南烟过河拆桥，把关键证人害死了，所以只能送我进去背锅。就这破药粉能让安心吐那么多血，还是你想跟我说这背后还有其他人呢？锦夏，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查出幕后黑手，一定还你个公道。说是让我来乔氏上班，结果就是个培训经理，谁不知道就是个光杆司令。锦夏，以后我每天都能见到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开心？我现在可是你大嫂，你少随地放屁了。还是说你想学安心当个男小三呢？就算你跟我大哥结婚了又怎样？我已经当上经理了，马上你就会知道我跟大哥到底谁才值得你选择。就算你当上天王老子了，我也不会看你一眼。你放开我！乔玉明，你就是这样对待你大嫂的？我只是跟锦夏打个招呼而已。别想多余的事情。没事吧？走。按锦夏，我迟早会当上乔家之主，你就算是死也只能是我的。玉明，你在那儿发什么愣呢？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妈来看看你。妈，他们让我来上班，只是给了我一个培训经理，乔凌霄根本就没安好心。这不就是一个没实权的闲职吗？死小子，分明是想看我们母子笑话。走，妈现在就带你去找他们。玉明怎么说也是你亲弟弟，好不容易进乔氏集团工作，你就给他安排个光杆司令，这要是传出去，我们母子的脸往哪里放呀？好，那什么职位可以让你们满意呢？乔氏家主职位？你说这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混出点名堂的？凌霄，刚才是阿姨有点着急了，你别怪阿姨啊。老板，关于城南这个项目，是那个传闻中耗资100亿、北城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那个项目吗？没错，这个项目后期回报颇丰，是个高回报的项目。凌霄，你看，要不把这个项目交给玉明做吧？顾夫人，虽然这个项目回报高，但前期投资也大，并且要与多家企业协调合作。这几家企业在当地是出了名的难产，这个项目不好做呀。哎呦，这多大点事儿啊！凌霄，玉明刚回国，这要是不干出一番名堂的话，阿姨这不是怕人家传你闲话，说你给玉明故意使绊子吗？要不城南这个项目，你看……谭秘书，把城南的项目交给乔经理去做。好，乔经理，这是资料。狗都能看出来，顾南烟那对母子憋着坏呢。你就这么把城南的项目交给乔玉明了？这次项目的合作方都是出了名的难相处，没有门路没资源的人是办不成的。更重要的是，最近乔家不安稳，所以
我要借这个项目钓一条大鱼，而顾南烟母子只是鱼钩而已。哦，原来乔总是想当众打乔玉明的脸，然后再利用他一波。但是你就不怕我告诉乔玉明吗？城南的项目就像个布满黄金的陷阱，就算乔玉明知道真相，他也会乖乖往里跳。老狐狸，你知道这么多内幕，是不是该付点报酬？乔玉明拿到了价值100亿的大项目，但他草包一个，即使拿到了大项目，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浪费资源。不急，等乔玉明把这个项目搞砸了，我再接手把项目盘活。这样一来，我就能在乔氏拿到更大的话语权了。二爷英明。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季夏，我已经和国外的维森集团签订了合同，城南的项目推进得很顺利，我会证明自己比大哥强的。是吗？我们玉明可真厉害，离开了妈妈也能独立行走。安锦夏，你一定要这样吗？哟，我怎么了？你本来就是个妈宝男啊，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而已。区一个100亿级别的项目，根本难不倒我。照这样看，乔氏家主之位还不是手到擒来。乔经理，维森集团说我们的样品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要取消与我们合作。什么？合同都已经签了，为什么突然变卦？可能是我们挪用了项目资金，引入了低价的材料，导致样品不合格。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滚！哎呀，玉明啊，这生意场上，合作方临时变卦是常有的事儿，你也不用太在意了。后续的进度我已经安排好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二叔，这个项目要是完了，我就没办法在乔氏立足，您帮帮我。哎呀，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职位呀，丢了确实可惜啊。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就帮你一把。谢谢二叔。蠢货，我参与了，还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个100亿项目马上就是我的了。老板，乔一鸣的项目果然出了问题，沈二爷出手帮了他。给我盯紧他们，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是。既然害死我孩子的凶手不是乔凌霄，那就要查出乔家人中谁还在用那种带着烫金乔色的牛皮纸袋，正好可以借乔凌霄整治乔家人这件事，查一查乔玉明和乔二叔。真是天不亡我乔玉明，就算出了点小纰漏，也有人帮我摆平。二叔人还是不错的。乔经理，城南100亿项目的负责人变更了。什么？谁抢了我的项目？是乔二爷。乔致远，我只是让你帮忙解决变卦的合作方，这项目怎么成你的了？哎呀，我的好侄儿啊，你不会觉得这个世上还有免费的午餐吧？哎，我帮你解决了问题，那这个项目当然是我应得的报酬啊！好啊，亏我之前还把你当做长辈，你他妈半路劫财，你就不怕折寿吗？在我折手之前，你是不是应该被自己蠢死了吧？啊！二爷，城南的合作方又出问题了，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搞定了维森集团的副总了吗？这次是他们的督察部说我们提交的资料流程有问题，让你来抢我的项，活该！
这个项目当初怎么选的合作方？屁事儿真多。城南那个项目啊，真是不好干，竟然让乔二少和乔二爷都在跟着。没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嘛。我看呐，是他们没那本事。对。二叔，您是要去见维森集团的人？对啊。我看没必要了。什么叫没有必要了？凌霄啊，我看你自从当上了乔家之主，你现在说话，二叔是越来越听不懂。凌霄的意思是说，城南的100亿项目错综复杂，就算您去了维森集团，也保不住项目的。你凭什么认为我就不能代表乔氏拿下维森呢？二叔，您虽然是乔氏的股东，但这几年一直都没有管理公司的事务，已经远离乔氏的权力中心很久了。您连乔氏的专属纸袋都没有，更何况其他事情呢？当年我去监狱里指使女囚打掉安姐家的孩子时，用的就是这种袋子。他难道发现了什么？这不过是小孩子提高身价的玩具罢了。至于我们，用不着。只有乔家小辈才有，除了乔凌霄，那就是乔玉明。二叔，您这几年一直在修身养性，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情这么上心了？难道这些年的淡泊名利都是你装出来的呀？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血口喷人？乔氏家主夫人有资格说吗？有，当然有。正式通知一下各位，乔总已经和维森集团总裁达成了一致，各项流程简化，加速项目的发展。从今天起，再也不需要无效加班了。好，不愧是乔总，困扰了乔二少和乔二爷的问题，他一下子就解决了。乔总出马，一个顶俩，居然被摆了一道，你们等着，我迟早把这一切都讨回来。看来二叔对乔氏家主4个字格外敏感，给我盯紧二叔和顾南烟母子的动向。是。你说什么？最后是乔凌霄解决了合作方的问题，这跟当众承认你的能力不行有什么区别？我看这个项目当初就是他故意让给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踩着我们母子收拢人心。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不如利用安心，让他好好恶心恶心乔凌霄和安锦夏。安心啊，凌霄抢了玉明的项目，害得玉明当众丢脸。你在阿姨心里啊，可是乔太太唯一人选，这事儿阿姨得让你知道啊。伯母，你搞错了吧？凌霄绝不会有意为难玉明的。乔凌霄今天在公司当众承认了安锦夏是乔氏公司的夫人。自从上次乔家家宴之后，我就和凌霄彻底断了联系，没有想到居然被安锦夏那个贱人钻了空子。凌霄做的那些事肯定都是安锦夏撺掇的，我去找凌霄。公司让乔凌霄经营得像铁板一样，真是很难下手啊，还是要想点其他的办法呀。二爷，您不必担忧，顾南烟正准备带着安心去公司找乔凌霄和安锦夏算账，等到时候我们知道了乔凌霄的软肋是安心还是安锦夏，我们自然可以在这方面下手。好，那我们就先坐山观虎斗。难道真的是乔玉明害了我的孩子？但当时他不是都出国了吗？怎么了？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乔总，员工的私人问题呢，就不劳烦您费心了。安锦夏，你一天不气我是不是心里难受？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痛快，但是当年除了顾南烟下药之外，还有另外一股势力下的毒，等我查出下毒之人，一定还你公道。公道？从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我还有什么公道可言？锦夏，你故意把城南的项目给我们，害玉明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现在是工作时间，谁允许你进来的？哼，乔凌霄，你心虚了是吧？为了巩固权力，收拢人心，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利用。乔家之主绝对不能是像你这样子的人。那乔家之主该是哪种人？乔玉明那种草包？伯母，
你别生凌霄的气了，你们都是乔家人。以我对凌霄的了解，他不会对玉明不利的，除非有外人在背后使绊子，污蔑凌霄。你可真是什么屎都往我身上泼呀！那以后要是你爸妈死了，也是我撺掇的。锦夏，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呀，我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还是说你这个人本来就心眼小呀？我知道你平时敏感多疑，但再怎么说，我毕竟是你姐姐呀，你怎么能揣测自己的家人呢？安心姐，我呢不仅生性多疑，我还会气你呢。哎呀，凌霄，人家肾好疼啊！很疼吗？要不要去看医生？刚刚呢确实很疼，但现在在你的怀里呢，我突然就不疼了。锦夏，虽然你给了我一颗肾，但是我也出现了排异反应呀。医生说我要吃好几年的药呢，我们也算是扯平了，你别让凌霄为难了。虽然我只是失去一颗肾，你却要吃好几年的药，你要点脸吧。凌霄，安心，这是两码事儿，不能一概而论。我刚才字字句句都是为你在考虑啊。这个安锦夏到底给你使了什么狐媚手段？你为了他能这么对待安心？伯母，你别说了，我知道凌霄心里有我，他只是怨我做错了事情。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不能这么对你。你当年嫌玉明不是乔家的继承人，转头就对玉明的大哥投怀送抱，丝毫不顾及安心是你的姐姐。呸！你这破坏人婚姻的小三！我是小三，那你是什么？你当年费尽心思怀上乔家的儿子，可是你连张结婚证都没蹭到，让你的儿子当了那么多年的私生子，难怪你能跟安心臭味相投，因为你们才是见不得光的小三。贱人，你找死！顾南烟，认清你的身份。他安锦夏就是个小户小门出身的死穷酸，凭什么跟我叫嚣？是啊，凌霄，伯母再怎么说也是长辈，锦夏他刚才真的太过分了。我乔凌霄做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挥。你是不是忘了当年的事儿了？他安锦夏为了爬上你的床，连下毒这种勾当都能做得出来。就他这种浪荡的贱女人，我看你脑袋上迟早一片绿。你的脸皮还真是和安心一样厚啊！你是怎么把当年下药的人是安锦夏这句话说出口的？这种下贱的勾当本来就是你做的，还不让人说，难不成你还有理了？当年下药的人明明是你。当年你看不上跟乔一鸣谈恋爱的我，又想要算计乔凌霄扶乔一鸣上位，所以你就设计给我们两个下的药，想要一箭双雕。但是没想到安心代替我中了药，成了这场算计中唯一的变数。安心想要害我，而你想要找个替死鬼，所以你们两个就一拍即合，说我是下药人，让我替你坐了牢。空口评说，你说是就是。小贱人，还挺能犟嘴的。锦夏，当年下药的人明明是你，你别再执迷不悟了。只要你勇敢的承认错误，我们大家都不会怨你的。够了，谭秘书，把林一母亲留下的证据拿过来。老板，这是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就是你当年下药的证据。你血口喷人，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密封瓶中留下的药瓶，是你当年指使佣人留下的证据。我们通过信息技术对比，发现上面的指纹和你的一致。怎么会这样？我当年不是已经把那个佣人给处理掉了吗？顾南烟，人在做，天在看，你的现世报这不就来了吗？安心，你刚刚把话说的那么满，现在脸打得疼吗？伯母，原来是你害我中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安心，你就别装了吧，你个猪脑子能玩得过谁？我利用你整治乔凌霄，你没有一次为老娘办成功过。原来你一直装好人，说帮我挽回凌霄，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个没脑子的蠢货，是又怎么样？整天凌霄长凌霄短的，活该被我算计。你算计来算计去，不就是想让乔玉明当上乔家之主吗？我告诉你，
你儿子就是个草包，你再怎么折腾，也别想从凌霄手中夺权。安心啊，你对乔凌霄还真是情根深重啊。可惜啊，人家跟安景夏早就双宿双飞了，也只有你还在这做乔太太的春秋大梦。你说什么？你个老妖婆，你去死！安心，你要是再嘴贱，我就把你跟玉明的事情说出来。你猜乔凌霄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真是一出狗咬狗的大戏呀！要不要我给你们打点赏钱啊？安景夏，你也别太得意，就算你们有证据又怎么样？我照样翻身。翻身？我看你还是去牢里的床板上翻个身吧。顾南烟，你冥顽不灵，还没爽，带上证据，把顾南烟送进监狱。是，我是乔家太太，你们能拿我怎么样？走吧。景夏，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他给我下的药，都怪这个顾南烟，伪装的太好了，害你受委屈了。是吗？我还以为你应该谢谢他，要不是那杯下了药的酒，你跟你心心念念的凌霄还睡不到一起去呢。贱人，明知道我只认你下药是为了把你送进监狱，你现在这么混，就是想让我在凌霄面前出丑。景夏，你一定是不接受我的道歉，才故意这样说的，对不对？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凌霄，你说句话呀。闹剧结束，该散场了。安心，你可以回家了。可是，好。明明知道安心给你戴了绿帽子，还没有戳穿他，而且对林荫派的视频绝口不提。你对安心的爱可真深沉呀。你只需要知道，我暂时还不能和安心撕破脸。你终于沉冤昭雪，关心的就是这个。说实话，这沉冤昭雪的心情呢，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当年把我送进监狱的人还是你，你可别想让我对你改观。玉明，千万不能放过安景夏和乔凌霄这对狗男女。还记得妈跟你说过的杀手锏吗？半年前妈给乔凌霄下毒的时候，那个房间里面是装了摄像头的。这对狗男女在床上浪荡的样子，妈都拍下来了。当时是因为安心跳出来指认安景夏，这视频就没办法拿出来了。视频在哪儿？在妈的卧室里有个暗格，那里面有 U 盘，记住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用。你放心吧妈，就算没有视频，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二爷，乔凌霄找出了当年顾南烟下药的证据，并且把他送进了监狱。他动作倒是挺快呀。乔一鸣呢？知道顾南烟入狱的消息，他就没什么反应吗？乔一鸣对乔凌霄恨之入骨，并且准备对安景夏出手。好，让他们接着斗。不过我唯一没想到的是，乔凌霄包容安心，又从这顾南烟手上护住了安景夏。我这个大侄子，他不会是两个女人都想要吧？不管乔凌霄是淫虫上头，还是伪装太好，您都会笑到最后。宝宝，为了查出害死你的凶手，就算上刀山下火海，妈妈也会走下去。这是哪里？你们知道非法拘禁要蹲多少年耗子吗？安景夏，你居然真的单枪匹马的来了，胆子不小啊！好，那不正好如了你的愿吗？你真应该感谢我，毕竟这年头愿意主动上钩的人质已经不多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看来失去孩子的滋味还是不够痛苦。滚！你这个见不得光的死老鼠，别拿我的孩子开玩笑。孩子果然是你的软肋。你为了个已经化为一滩血水的孩子，眼巴巴地跑到这里来送人头，你可真是个好妈妈。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孩子？可惜啊，当年乔凌霄亲手把你送进监狱，孩子也在监狱里流掉了。那个时候你的老公乔凌霄在哪儿？说不定他就是害死你孩子的凶手。
这个人有意将我怀疑的视线往乔凌霄身上引，得跟乔凌霄有多大仇？我身边又有谁特别讨厌乔凌霄？我大哥专横霸道，你跟着他绝对落不着好。这不过是小孩子提高身价的玩具罢了。至于我们，这用不着。难道他是乔玉明？你不是知道真相吗？乔玉明，给个痛快话，凶手是谁？你以为我会直接告诉你？别做梦了！我安锦夏，你诈我！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臭婊子，别他妈的得意！老子今天就办了你！既然你要做回我的女人，那就要完完全全的属于我。我要你和乔凌霄离婚。乔玉明这次来势汹汹，恐怕不好对付。不如先假装答应，再伺机逃跑。你说的没错，乔凌霄霸道专横，除了有2个臭钱以外一无是处。我早就想跟他分开了。你呢，不差钱，还比他爱我，跟了你我也不吃亏的。算你识相！你们2个把他放出来，把纸和笔给他。手写离婚协议书之后，再按个手印。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别耍花招。这废弃地下室还有纸和笔，你还真是爱我。锦夏，大哥心里只有安心，我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好，我们才能在一起。你们2个把他给我看紧了。我因与丈夫感情不和，决定与丈夫乔凌霄先生离婚。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及其他相关事宜，皆由我方代理律师与男方协商。你看可以吗？可以，把离婚协议书给他。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跟乔凌霄离婚？原来是想伺机逃跑。安锦夏，既然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我舍不得对你动手，你们给我打，让他长长记性。说，还想不想逃了？乔玉明，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你当我想这样？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非要折了我，跑去做乔凌霄的舔狗，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安锦夏，你不是想知道害死你孩子的凶手吗？你来好好的伺候我，就像你在床上伺候乔凌霄那样，我爽了就告诉你。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你个银根猪脑的东西，你下半身迟早烂透！谭秘书，老板，你知道太太在哪吗？是不是又去文医室了？老板，我正找你呢。啊，太太不见了。什么？赶快备车！是。还有，通知今天的会议全都取消。是。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就不怕我让人把你打死吗？我都被你绑到这儿来了，我有什么可怕的？有本事你打死我！这么想死，还不知道害死你孩子的凶手是谁？你会不会死不瞑目啊？我做梦都想找出害死我孩子的凶手。可是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监狱里流产的事情？还不是因为你这个骚货一出狱就跟乔凌霄搞上了。我怀疑你半年前就给我戴了绿帽子，所以我就派人去查了。那你查出什么了？害死我孩子的凶手究竟是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重新做回我的女人。这一次，我要你完完全全的属于我，你是我的东西，就算是坏了死了，我也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季夏，伤口一定很疼吧？我给你揉揉就不疼了。嘴上说爱我，手上却做着伤害我的事。你的爱是有多可笑？有了你，我才知道，乔凌霄才是真正对我好的女人。就算乔凌霄天天睡你，我也不嫌弃你。当初为了跟你在一起，我连家产都可以拱手让给乔凌霄。可是你是怎么对我的？啊！不识好歹的贱人！既然你不愿意主动跟我配合，那就别怪我强迫你。你放开我！你放开！给我老实点儿！你们找死！
乖，我在呢，没事。老板，太太，乔一鸣还是没找到现行，他大概率还会有别的动作，给我盯着他。是。老板，这2个人怎么处置啊？我们就是收钱办事，求你放过我们吧，别让他们太舒服。以后去哪里都要跟我报备，知道吗？知道了。疼，伤口必须消毒，忍一下。有时候我常常会想，我们2个到底算什么？你是我的乔太太，我们是夫妻。可你爱的明明是安心啊。你确定？我爱的是安心。我有为安心做这么多事儿。乔凌霄，你爱的人会是我吗？自我大哥出任乔氏集团总裁以来，乔氏长辈们在公司就被架空了。还说，你真的甘心吗？哎，玉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公司被他一家独大，而我就是制衡大哥的最佳人选。与其跟乔凌霄斗来斗去，不如扶植乔玉明上位。这个草包根本不足为惧，到时候乔家之主不还是我的？之前呢，因为城南那个事情，我们有过摩擦。你知道的，合作嘛，最忌讳的就是相互猜忌呀。我们虽然有过一些小摩擦，但为了我们的目标，我相信我们可以消除成见，合作共赢。阿叔，如果您愿意动员其他股东来支持我，等我取代大哥，我愿意与您共同管理公司。好，你想怎么做？老板，乔一鸣和乔二爷最近有动作，他们大概率是要坑你啊。这2个人平时各有各的算计，谋利的时候倒是团结得很。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哎，老板，你现在说话怎么跟夫人一模一样啊？一样的尖酸啊，一样的妙语连珠。没事就出去啊，还是有事的。我们深挖了乔二爷，发现半年前他们家古宅的活动方案是由他介绍的公司承办的，他们完全有机会更换古宅的所有设施，包括安神香。这是当年更换安神香的负责人的证词，由此证明，半年前给你下毒的那个人就是乔二爷。是时候解开所有真相。之前监狱里的事情你们办得不错，这次再帮我办件事情，价钱好商量。哼，这次多亏了半年前那个男的愿意出高价，让我们往乔氏的建筑材料里加点佐料。有人要害乔氏，是冲着乔凌霄去的吗？这2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自打咱出狱，整天都为生计发愁，这下钱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就是呀，嘿，你怎么在这儿？得罪了上头的人就是这个下场，练了好几个月，吃了上顿没下顿。喏，吃吧。你们这次收钱害的人，正好是我丈夫。你出狱之后竟然混得这么好，竟然能嫁给乔氏集团的总裁。一句话，你们愿不愿意出面作证，帮乔凌霄把事情解释清楚？当年你不计较我们害你流产的事，还在我们饿肚子的时候给我们饭吃。这次我们说什么也得帮你。乔凌霄，上次你从乔一鸣手上救了我，这次就当我还你的人情了。老板，突发事件，有10多家主流媒体同时报道乔氏使用质量不达标的材料，网上舆论已经压不住了，网友已经在怀疑您的业务能力了。老板，董事会要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要突然发难啊！幸亏我们上周做了准备，已经将材料送去检测了，只要今天质检报告一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质检部门在郊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啊？
来得及。现在3点，董事会6点结束，你马上去郊区去质检报告，务必在6点前到场。我已经联系了相关部门，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如果确实是建筑材料的问题，我会公开道歉。但是，如果有人给乔氏泼脏水，那我绝不姑息。建筑材料已经出现了问题，还能有谁泼脏水？这次的事情可不是小事，除非你引咎辞职，否则仅凭道歉是无法挽回乔氏的声誉。乔氏此次遭遇信任危机，正是人心不稳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更换领导人，那对乔氏只会有害无益。更换公司领导人，同时又不会引起集团内部混乱的办法嘛，也不是没有啊。什么办法，乔总？不妨说来，大家听听。乔氏总裁的人选，可以是北城乔氏孙辈的另一子乔玉明。二叔，怎么选了个草包来做我的对手？你看，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乔氏嘛，啊？乔凌霄，你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打岔呢？哎，安锦夏呢？这种时候他没跟你在一起，不会是听说你要垮台了，连夜逃跑了吧？这种小事儿没必要告诉他。乔凌霄，等你倒台以后，我会继承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女人安锦夏。等我把她玩腻了，就会把她送到夜总会去，让她好好发挥一下伺候男人的本事。你再敢提及一个字，信不信我让你永远开不了口？我说错了吗？安锦夏她一个不伺候男人就浑身难受的婊子，我把她送到夜总会，那是对她的奖励。乔玉明，你哎，这是董事会的紧急会议啊，有什么私人恩怨，你们兄弟两个回家再解决去。大哥，你这么胸有成竹，是在等你那个秘书把建筑材料送检吗？可惜啊，普通的检测怎么着也得有1周才有处理结果，加急也要3天。让我看看，现在是5点45，大哥，你还有15分钟，难不成你的秘书能给你编一份调查报告吗？哎呀，凌霄啊，如果你在董事会紧急会议结束之前还不能得到各位董事的信任，那你这个总裁的位置就要易主啊。乔凌霄，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赶紧挪窝，把集团总裁的位置给我让出来。敢动我安锦夏的男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吧。你这个女人，当初嫁给凌霄果然是别有用心，现在居然还要干涉我们乔氏高层的决议。我还以为你们这对狗男女大难临头各自飞了，既然你来了，那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怎么把你选的男人踩在脚下。乔玉明啊，你长眼睛是为了凑齐5分，没看见我身后2个大活人吗？他们2个可是关键证人。这2人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别以为你随便找2个演员就可以蒙混过关。就是这个男的指使我们俩往工地的建筑材料里掺入一些影响建筑材质的化学物质，说即使这次没有成功，新盖的楼塌了，他也一样能上位。小乔总，这是真的吗？这2个女人说的话不能信，嘴皮子一碰的事，造谣谁不会？既然他死鸭子嘴硬，把证据拿出来吧。你们去工地往乔氏的建筑材料里加点东西，只要你们把这件事办好，价钱不是问题。你们怎么会有录音？我们2姐妹当时就怕事发，你把我们推出来挡枪，所以才留了这一手，没想到在这儿派上了用场。你们可真是安锦夏的2条好狗，别忘了，半年前是你们亲手害死他的孩子。这件事儿你也逃不掉，当时就是他指使我们殴打你，才导致你流产。杀死我孩子的幕后主使果然是你，你故意留下乔家纸袋的线索，就是为了把我的视线引到乔凌霄身上吧？是我要怎样？我就是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互相憎恨。可惜啊，你没能如愿。不过呢，我还是得感谢你，要不是因为有这场误会，我这个婚呢还结不成呢。乔玉明，你为了夺权，
连乔氏的声誉都可以不顾。我绝不同意你这个败类当上集团总裁。我没有，是他们污蔑我。林记者，刚刚乔氏集团会的内容你都听见了吧？听清楚了，这次乔氏集团造假事件的真相，我会在今天的新闻头条中报道。你在来之前就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这样他既是人证，还能帮我们澄清。差一点就能当上乔氏集团总裁，为什么会这样？自从你这个女人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都是因为你这个死女人，我要掐死你！保镖，将来逐出乔氏，逐出乔家。我是乔家的二少爷，未来的乔家之主，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二叔，您年纪大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在公司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凭什么吃我的吃？乔凌霄，你究竟有多大能耐，我们还不知道，敢叫我二爷做事？那我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是被别人算计了还傻乐的人。闭嘴，蠢货！你是说，当年在顾南烟背后给我下毒的人，是你们？乔凌霄，你不要血口喷人。当年承办乔老宅策划活动的公司是你的人，他们将我的房间的安神香换成了有毒的，害我差点死，这是他的证词。好了，二叔不用办离职手续了，可以直接移交警方。原来是这一点，怪不得我当年离开的时候昏昏沉沉，可是我走得早，他却吸入了过多有毒的香。接下来由我继续担任乔氏集团总裁一职，各位还有意见吗？刚才都是误会，我们怎么可能不支持乔总您呢？那好，今天的会议愉快的结束了，散会。老板，现在15点59，还有1分钟散会。质检报告我拿到了，这件事儿夫人已经解决了。哇，你去休息吧。不愧是夫人，这么快就解决了，厉害。安心，跟我过来。你不是被赶出乔家了吗？有什么事儿就快说，别耽误我时间。乔家过几天要开庆功宴，你去吗？又想拿我当枪使？你们母子当我是傻子吗？我再不去，安几下就把乔太太的位置坐稳了。我就问你，真的甘心吗？既然真相都已经水落石出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离婚啦？你还想跟我离婚？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你可是乔家之主，有这么多的好姑娘都排着队等着你，你为什么非揪着我不放呀？太太，老板当年中药昏迷了半年，他醒来后，您入狱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接近安心小姐也是为了把她当活靶子，模糊幕后主使乔致远的视线。这些年他爱的人一直是您啊。你乔一鸣和安心见面了，盯紧他们。是。乔凌霄，或许我真的可以试着接受你。贱人，你别以为我不去找凌霄，你就能在乔太太的位置上高枕无忧了。真有意思，这年头当小三都这么顽强的。凌霄把你的肾换给我，为了我跟你结婚，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凌霄到底有多爱我。我劝你尽早把乔太太的位置让出来，要不然到最后丢人的只能是你自己。是吗？那我可真得小心一点，不然我到时候太丢人了，要悬梁自尽呢。无聊吗？好戏马上就要开始，我都等不及了。希望乔一鸣不要太让我们失望。凌霄，我刚刚是在跟锦夏说你工作忙，让他不要总是打扰你，可他偏不听。锦夏就是这样，小孩子脾气，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千万不要怪他。哦，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凌霄，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们不要再互相折磨了，好不好？安心，
你对锦夏做了那么多事儿，为什么还没有半点愧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能有什么错？我做那些事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黎香，我真的不能失去你。你简直无可救药。黎香。这个安锦夏可真是造孽啊，活活拆散了一对有情人。关于最近的不实传闻，我想告知各位，我与我的妻子结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爱她。请在场诸位牢记这点，否则乔氏集团的法务部会随时向传播不实言论者递出律师函。原来安家大小姐安心才是小三，仗着自己家大业大，竟然给安锦夏造谣，太不厚道了。不可能，不可能！黎香，你爱的人一直都是我，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安锦夏，他到底是怎么迷惑你的？安心，别再随意指摘我的妻子。安心啊，你现在是不是特别丢脸，想要悬梁自尽啊？安心，就这，看来想让乔凌霄和安锦夏遭报应，还是得靠我。各位，请看这边。这不是乔家被扫地出门的二少爷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今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向大家揭露乔家之主乔凌霄和他的妻子安锦夏的丑事。半年前，安锦夏还是我的女朋友，看看乔凌霄就和她滚上了床。我和他分手之后，才在无意间得知，原来他们早有奸情。乔凌霄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竟然不顾血肉之情，就把我逐出了乔家。这乔家两兄弟还玩得真花呀，竟然同睡一个女人。既然你们害得我一无所有，那我就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乔玉明这条疯狗，果然没让我失望。你就喜欢玩这些刺激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对奸夫淫妇在床上到底有多浪荡。不光这里，北城其他地区也会同时播放你们在床上浪叫的样子，马上就会公之于众。疯女人，你干什么？蠢货！我要被你害死了！不许看，全都不许看！这怎么回事？我只是把你这些卑劣手段用在你自己身上而已。乔玉明因屡次损害乔氏形象，自今日起逐出北城。不，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不能被逐出北城。你们这对狗男女，我跟你们拼了！带下去。乔总，您的爱心午餐来喽。让我来尝尝你的手艺怎么样？一般般吧，也就5星级大厨水平。哪里学的？真贫。今天怎么这么乖啊？又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其实是我妈妈的事情。当年赵石人开车撞死我妈妈之后，就人间蒸发了。这很有可能是安家人安排的。现在害死我们孩子的凶手已经遭了报应，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害死我妈的安家人绳之以法。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爸妈，我和乔玉明的视频已经传遍整个北城了。凌霄一定是因为这个才选择安锦夏那个贱人的，这下我还怎么当乔太太啊？欣欣啊，你别着急，我和你爸一定想办法让安锦夏从乔太太位置上免下去啊！为了安家，安锦夏必须除掉，乔太太的位置只能属于安心。我们在一家赌场发现了肇事人的踪迹。真的吗？
那我马上就能让安家人付出代价。喂，林香，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既然你跟景夏是真心相爱的，那我就应该祝福你们。你能带景夏回家一趟吗？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大家一起吃个饭，我想亲口向他道歉。好，周末我带他过去。这一听就是个鸿门宴，你为什么要答应？这次我刚好能探探安家人对我妈那件事的口风，况且有乔总保驾护航，我能有什么危险呢？你还知道有我保护你？我每天这么勤恳的为你服务，却连奖励都没有。一会儿还有重要的事，先忍忍。景夏，菜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快进屋吧。安景夏，你让我成了整个北城的笑话，现在我要把这一切加倍还给你。景夏，我特意找人按你的口味调了这杯酒，你等下试试啊。最近这几天啊，我们家欣欣一直很愧疚，她是真的知道错了。况且，在你小时候，我们也确实做的不对。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呀跟你道歉。锦夏，以前的事，对不住哦。那我妈在安家打白工，就为了一口馊饭的时候，你们也觉得愧疚吗？是。把我当安心的血包、肾源，把我像狗一样关在后院不让我出去的时候，你们也觉得愧疚吗？你这是想对我夫人做什么？啊，当然没什么。锦夏，今天晚上我们是真心向你道歉，所以那些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那对你们安家人来说，什么是愉快的事？是安心成为乔太太吗？可惜了，这不可能了。景夏，我今天是真心向你道歉的，也是真的为过去的事情感到抱歉。要是你不原谅我的话，我就一直喝酒，喝到你原谅我为止。欣欣，你身体本来就不好，是安锦夏她不领情，你不要为难自己。哎，凌霄，欣欣平时啊最听你的话了，你快帮我劝劝她。哎，安锦夏，这毕竟你和欣欣是一起长大的，她是你姐姐，你怎么能看她自伤呀？那既然安心姐这么诚心的跟我道歉，你的心意我就领了。来，爸。我有点不舒服，失陪一下。是的，关键时刻掉脸。算了，这件事有他没他都一样能成功。哎呀，我也有点不舒服，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好，你要不舒服了，你上去睡一会儿啊。老公，那我上去了，你要听话啊。去吧。凌霄啊，你到底为什么要和安锦夏结婚呀？那是我们家欣欣不好吗？
在你昏迷不醒、生死不知的时候，那我们家欣欣可是照顾了你半年呀。安女士，我现在是醉了，不是死了。你觉得这样的话能够让我回心转意吗？我跟你说啊，安锦夏他妈那可是个勾引男人的荡妇，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就不怕他给你戴绿帽子？妈，别说了，凌霄和锦夏是真心相爱的，我们还是祝福他们吧。怎么会这样？怎么了，欣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刚才保姆过来跟我说锦夏在楼上和咱们家司机，我说不下去。我就知道安锦夏跟她的当父妈一样，逮个机会就偷人。凌霄，你看到了吧？以后你可得擦亮眼睛，千万别找这样的女人。安锦夏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她在哪儿？带我去。糟货，偷人都搅得那么欢，真是小男人想疯了。看来戴绿帽子的人好像不是我。凌霄，让你见笑了。你个贱人，你不过是我花钱买来的奴婢，你竟敢在我眼皮底下偷人，我看你是活腻歪了。爸，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儿？刚才你不是说是安锦夏在这里和司机偷情吗？为什么房间里的人变成了我爸？安心啊，你们苛待佣人，这些安家老佣人早就对你们很好。啊，是你和这个保姆联合起来害我爸。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冲我来，为什么要对我爸下手？你这别着急啊，我处理完你爸呢，下一个就是你了。你这个养不熟的孩我们安家供你吃供你穿，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们安家人的脸皮可是比猪皮还厚。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把今晚的真相给我吐出来。我说，安心说今晚你会等我，让我9点在床上躺着就行了。还有安展堂，他跟那个保姆早就混在一起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陷害，只是我一时色心上头，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辛苦了，把他给我架稳一点。我了解安展堂的呀，他可没打算这么放肆。你们对他做了什么？我刚刚在餐桌上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就把我的那杯跟安展堂的杯子换了一下。他喝的呢，当然是你们下过药的那杯酒了。现在呢，我给你们一个认错的机会。要是你们不想安展堂今天的事情闹到北城人尽皆知的话，就把我妈死亡的真相说出来。苏婉那个贱人，她是被赵神撞死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懒得跟你理论了，你们只要知道你们欠我妈，我早晚都会收回来。老板，夫人，当年的肇事司机已经找到了。当年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当年我喝了点酒，也怪苏婉她倒霉，我开车就把她撞死。你放屁！你在安家当了那么多年的厨子，谁不知道你酒精过敏？你最好给老娘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属于非法监禁，赶快把我放了，要不然我告你，你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你现在落在我们手里，还是先考虑一下自己吧。我才不相信一个女人敢打我，我才不怕呢！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当年欠的赌债太多了，还不起了。安展堂就跟我说，如果我开车能把苏安给撞死，他就帮我还赌债，还花钱帮我远走高飞。这大金链子、大金表都戴上了，这几年过得挺滋润啊，没少向安展堂要钱吧？你帮我做件事，我就饶你不死。跟安展堂说，你钱又赌完了，
约他见面要钱。可是我什么我？来，接电话。喂，安展堂，我钱花完了，再给我50万。我前2天刚给了你20万，这么快就花完了，你再这样下去，咱们就同归于尽。安总，别着急嘛，我借赌了，我这是最后一次，我拿到钱以后我就出国了，再不回来了。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这都是我最后一次给钱。那行，我这次要现金。来旺角酒店停车场找我。不行，来我安排的地方，蓝郊废弃的广元大厦。他不听啊！安展堂这只老狐狸可能察觉到我们的动作了，所以他早就准备了对策。不如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你这个管不住裤裆的种马，要不是你，我们怎么会被安锦夏看笑话？要不是安锦夏算计我，我怎么可能把偷人的事摆到明面上？好了，这件事先过去。乔凌轩最近在追查肇事人的下落，我猜肯定是为了调查当年苏婉的事。什么？肯定又是安锦夏那个贱人撺掇的。我看他接近凌霄，就是为了让凌霄替他办事。别再提那臭小子！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可能被安锦夏算计？爸，难道我等了那么久乔太太的位置，就这么算了？欣欣啊，你可是咱们安家的大小姐，不管什么王子皇孙都能配得上你。你放心，爸肯定给你找一个比乔凌霄更有钱有势的男人。他们既然在调查当年苏婉的事，那就让他们在这件事上吃点苦头。喂，安展堂已经上钩了，务必追踪车辆，保证夫人的安全。哟，安展堂，狐狸尾巴终于藏不住了，说吧，这次又要犯什么法？死丫头，都被绑到这儿了，还不知道害怕？你信不信我让你有来无回？你不是当年开车撞死我妈的那个肇事人吗？你怎么在这儿？老子替安展堂办了件大事，今天来找他要钱的。对呀，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你妈的死也是我一手操办的。就知道是你，安展堂，我妈对你唯命是从，你为什么要害死她？很简单，就因为她听到不该听的。妈，我好害怕，凌霄他醒来发现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的人不是我，而是安锦夏，我该怎么办啊？那天晚上你和凌霄都中了药，干脆就说是安锦夏下的。哎，等安锦夏进了监狱，就没人会对凌霄揭露那天晚上的真相了。是谁？就因为听到他不该听的，他不光听到了不该听的，还去给你通风报信，所以他必须得死。只可惜，让你只坐了半年的牢，还撺掇乔凌霄一起算计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让苏婉活活撞死在你面前。安展堂，你这个人中渣子，狗中败类，你活该被我算计到死！死丫头还敢骂我！你不是想要钱吗？去给我扇他，1巴掌5万，去！停下！死丫头，还敢嘴硬啊！安展堂，你就这点本事啊？你这次怎么不找乔凌霄给你撑腰了？跟你妈一样，见了有钱男人就巴结。哦，不对，20年前是我强迫了苏婉，很对不起她，让她白白挨了这么多年的骂。原来当年你并不是出于好意把我妈妈留在你身边，你
也就是想把他锁在你身边，好掩盖你的罪行。我妈在人前受尽屈辱，而你却博得了一个负责任的美名。安真堂，你真是好算计。你当然不知道苏婉年轻的时候多么的迷人。安真堂，你这个畜生，我要杀了你！你很生气是吧？谁让你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能让你母亲消失，同样也能让你消失。等我出去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哼，你还想出去？你个逆女，先扒你一层皮再说。疼不疼？能知道我妈妈死亡的真相，挨几个巴掌算什么？安展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怎么会来得这么快？蠢货！我今天被你绑到这儿，本来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表演而已，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安家人害死我妈的真相。你不是想要钱吗？搞定他们，我给你500万。呸！你这样的人渣，连我这种人都看不起你。你们真以为你妈的死是他开车撞死的吗？混蛋！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想知道？来，过来，我告诉你。你妈妈如果在，她不希望你涉险。没关系的，我妈妈的死是我唯一的心结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一解决，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别动他！哼，你们到头来还得栽到我的手上。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真是个孝顺女儿，那我就告诉你，赵世仁这个怂包，当年开车撞了你妈，吓得自己跑了。还得是我呀，亲手掐死了你妈。你是说，我妈是被你活活掐死的？是又怎么样呢？安展堂，你这个王八蛋！我一直以为这人是我杀的，你给我闭嘴！我骗你又能怎么样？真想救他吗？那就把乔家所有的资产转到我安家的名下。可以，还有，把这监控探头都给我砸碎！那是你乔家辛苦打下的基业，不要为了我便宜了这个人渣！闭嘴！便宜了这个人渣！闭嘴！我答应你。哼，这个乔凌霄可以啊，看来是真爱啊。这种男人啊，我们欣欣不要也罢。反正乔家的财产马上就到我安家头上了。谭秘书，马上把资产。二不老，哈基老。黑幕结结破，二不老，哈基老。静下，没事了，没事了。黑幕结结破。摄像头的内容我已经交给警方了，安展堂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你虽然捅安展堂一刀，但属于正当防卫，不用负刑事责任。其实，你当时会躲过去，已经早就知道后面发生的一切吧？你捅了他那一刀，其实是为了报复，
故意的吧？乔总，安氏总裁安展堂虽然进了监狱，但安氏好歹也是乔氏多年的合作伙伴，您突然制裁安氏，闹得有些难堪吧？安氏人品德败坏，和安氏合作不会有好下场，迟早会祸及乔氏。3个月后，我要让安氏在北城出名。老板，夫人要是知道你为她做这些事，一定会高兴的飞起来。这点小事儿没必要让她知道，年轻人稳重点。自从你爸进了看守所，那乔凌霄这小子趁机控制了我们安氏，现在就连宅子也得拿出去抵押还债。欣欣，你别吓妈妈呀！乔凌霄、安锦夏这对狗男女还没有遭到报应呢，咱们不能倒下呀！欣欣，安锦夏，去死！安锦夏，你去死吧！原来你这个贱人在这里！我告诉你，我可是乔氏集团的总裁夫人，我让我老公弄死你，把你另一根肾也割下来！我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了？你肚子里面的根本就不是我的肾，我的2颗肾呀，它还安安稳稳的待在我的肚子里头。不可能！我要剖开你的肚子，你的肾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放开我！这几天没见，受什么刺激了？把他带到精神病科检查一下。好的。放开我！安锦夏！刚刚那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你看错了吧？哎，你说我们结婚之前是不是少了什么环节？哦，你说的是那个啊，缺少了一个送彩礼的环节。你可是乔氏总裁，这彩礼多少也得1个亿吧？哎，安锦夏，你一天不气我，你就不开心是不是？那老公，你说缺什么环节呢？缺一个洞房花烛夜。大白天的注意一下。好巧呀，你们也在这儿。他们是我请来见证的。我们结婚之前缺一个求婚。从今天起，我要遵守以下3条爱妻誓言：一，家里的事情全凭老婆做主，做个按时回家的妻管严；二，将家里的所有的钱都交给老婆保管，将公司的所有财产转移给老婆；三，老婆的话是天，为老婆的话是尊，绝对不违抗老婆。宣誓人乔凌霄。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